同居时代。好，一个礼拜又过去了，然后呢，这个礼拜，哎，我感觉剧情越来越精彩。对，我现在每天都在期待这一天的录影。对，然后我想大家在画面当中也看到2位熟悉的面孔啦，丫头还有小赖，欢迎2位。哇，丫头，后来才发现原来你快变成那个女企业家了，小企业家、小板娘，厉害。来，现在演艺圈就是做兴趣这样。希望有一天买房子，然后可以租给你们。哎，可以，你走，你现在是炫耀文吗？但是我觉得重点，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哦，其实很想要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，因为其实，在前几个礼拜，一开始是马凯杰离开了，对，原本想说好，顶多就是补1个人，但是没想到马凯杰离开，同时的也把婉琪的心也带走。他根本没有心待在这里，所以一口气离开了2个人。对啊。但是很棒的是，哎，又有新的成员加入。没错。对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，因为本来2个人在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人是没有机会的嘛。对。可是你看，突然间又来了新的2个人，本来没有胃口的人又想吃东西了，突然胃口很好。那这时候就是人性的展现，对不对？原本低胸装塞在行李的最底下，没打算拿出来，以为都已经成定局的这个搭配，现在哎好像重新洗牌了。新人队来了之后，哎，子龙好像开始有点多话。对 ，Vicky 原本是焦点呢。但我们现在自己在讲说换人的时候，其实 Laura 一直心里在想说，哎，为什么今天身边少1个人，没有补1个鲜肉给你？真的耶！我跟抱着长颈鹿想念一下皇上。那你们家的皇上到底发生什么？我们家皇上就抛下我们去玩。哦，我们家的皇上，你们家玩了？哦。真的哎，所以你看到连动物都选那个特别长的，有点怀念的感觉。我们自己在这里聊得很开心，但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的 Colin 同居时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？好期待，一起来看一下。也许是你的侧面，也许是你的笑脸，突然喜欢多点遇见，聊聊天，给我多一点时间。若是还想念，就不狡辩，也不假装讨厌，飘着倦意的季节，这次多了甜蜜感觉，天天想你一遍，羡慕情侣在逛街，看看 IG 照片，每天都是浪漫打卡情节，反反复复嘲笑我的可怜，偷偷想你一遍，哦，天天想你一遍，表面却看似不屑，害怕显得太黏，听说会厌倦，为什么你我沦陷，爱被纠结，能不能再坦诚一点？也许是你的侧面，也许是你的笑脸，突然喜欢多点遇见，聊聊天，给我多一点时间。若是还想念，就不狡辩，也不假装讨厌，天天想你一遍，羡慕情侣在逛街，看看 IG 照片，每天都是浪漫打卡情节，反反复复嘲笑我的可怜，偷偷想你一遍，飘着倦意的季节，
什么看起来比我小？差不多吧。哎，很年轻，你很年轻，我还很。好好讲话。我要坐左脸，左边，我要左脸。没有吧？坐的。我觉得你真不行哎。哇，后面好热哦。这个的话是我们的菜单。那我们店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，我们是专门做台湾阿里山的咖啡豆。那日晒的话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它会带一点威士忌的酒香，然后还有一点好适合你哦。梅果的酸甜。对，那它冰的、热的它都可以做。豆无糖。对，它是因为它这是黑咖啡。哦。好了，一个字，可以做冰的吗？我们都冰的，我要少冰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那你们有甜点吗？甜点的话，我们有3款棒蛋糕，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司康。好，那我要司康。那个司康。哎，一个司康，一个柠檬棒蛋。好啊，好啊，没有问题。OK 吗？好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威士忌太厉害了吧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咖啡都塞有威士忌味道的。你等下喝喝看。干嘛啊？没有。你选的咖啡店不错啦，这哪是我选的，这是你选的好不好？我平常不会来这种。你不喝咖啡吗？我都是为了拍照，很少去咖啡。你平常好像也不喝。哎，有啊，你早上会喝啊。我喝。你是自己不泡这样？我就是去咖啡厅才会喝咖啡，这些就比较文青，还蛮适合的，但也算蛮可爱的啦。但是我今天穿搭有点不搭。你现在感觉像海边，你知道吗？还带一个超扯。那你等下要干嘛？我等一下要去个活动啊。你去活动？对啊。你等一下干嘛？我去拿衣服啊。拿衣服？我已经没有衣服穿。你自己住？没有，妈妈在那边。我妈妈住天明。啊，你跟谁住？我跟我妈。哦。啊，你爸嘞？没有，我爸住台北啊。他们就小时候就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所以我就阿公阿妈带大，习惯跟他们住，就没有不常回家，所以我弟弟超多。哦，原来你上次说4个弟弟，不是你是你同分开的。我想说你妈也太强，生4个。生4个也太猛了吧？对啊。所以我跟我弟弟都差蛮多岁，好像差5、6岁吧。而且我们也长不太像。哦。所以你只有一个人独生子嘛？就最好看那个。现在被我揍了。一点点。来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这个是我们的日晒阿里山。这张小卡的话，上面它有一些详细的资讯。你喝看没威士忌的味道。这个是小姐的。上次飘。好喝哎，这是柠檬棒的。哇，好柠檬啊！哎，你最近有没有有什么计划？什么计划？就是有什么你最近有什么特别的？有什么特别？你这工作是不是？好皮笑哦。没有，没事。最近在做歌啊，就是这个月都好累哦。今天本来跟人家有约。好喝哎。思康啊。对呀。那我很少约男生出来喝咖啡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都约女生啊，才能帮我拍，男生不大会拍照。会啊，我很会拍啊。那天我不觉得你会拍啊。哪一天？录影啊。你就一直动来动去不行。对啊，所以你就要赶快这样子。我觉得 Danny 比你会拍。那你要不要约 Danny 去喝咖啡啊？有啊，像下次他说要叫我健身啊。真假的？去健身。那上一个是为什么？也是因为个性不合。不是个性不合，我觉得感情就是合不来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工作比较忙。对啊，我说上一个为什么合不来啊？你要回答我。为什么合不来？就是你们因为什么吵架？就是一定有吵架或什么？你觉得他怎样不好，所以才分手吧？因为他年纪可能也没有这么大，就是都是你爱玩，都是你提分手的。没有，几乎都是对方提的。然后他怎样？我会以工作还是要比例比较多，就是我不可能今天有工作，然后因为你，然后我就是
放弃这个工作，就可能我已经约好今天要干嘛，然后但是突然你跟那些女朋友约说今天要干嘛，然后你又说你要工作，你就我好先约起来，然后可是工作上了，那我那天就不行了，然后我可能就说那我不行，我要去工作，可是女生会觉得不开心，就对啊，都已经约好，你怎么这样？可是对我来说，我不能因为这样子，是对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以改约别天啊，我需要一个很能体谅我的。那你还是单身好了。然后呢，就因为这个常常这样，然后你就这样，然后他提分手，他就说，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子不好，就是我也知道女生这样很辛苦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觉得不要，那就是不要。反正你是那个完全不会就是偷吃啊，然后都不会，你就是很专情之心，你就是 focus 在工作上。对啊，我要偷吃什么？不是啊，就是你去工作一定会接触很多就是女朋友应该也会担心说，哎，你去工作，然后可能跟女生啊。也会啊，女朋友会担心啊，但是对啊，反正你是不会这样子，完全不会。而且我很讨厌人家怀疑我真的很讨厌人家怀疑我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就是你怎么样的，我说我没有，我就是没有啊，这个时候我的固执就会跑出来。你就是没有，那对，而且你就是怀疑我，我就觉得很烦，我会觉得很烦。这样就烦哦。不是，我很讨厌就是人家一件事情一直讲。我之前有一个对象，然后他真的是完全条件就是完全符合我就是所有的条件，但他真的是超无聊，就是比如我们吃饭我们会就是沉默不知道讲什么，就对，所以那时候也是我提分手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就会觉得他太无聊，就不适合。个性比较重要。对啊，我觉得真的要聊得来、有趣的人比较好，不然太闷了。那你觉得我很有趣吗？蛮有趣的啊。好，蛮有趣的。好。那你俩工作到几点？5点。5点？对啊。那你知道我刚好也是5点。所以嘞？没有，我只是讲，我只是。I'll keep you safe all night and day. I'll be where you wanna be. Yes, I'll be where you wanna be. OK 吗？应该 OK 吧？好饿哦。喝饮料是不是？你的奶茶，你真的很爱喝奶茶哎。对啊。可是喝太甜真的对身体不好。我真的必须有一种老生常谈的感觉。没办法。你在出国的时候你也喝？一定有喝啊，可是出国选择就很少。就是都甜的啊。对啊，这还好，不一定。越吃比较香的。闹钟响。是你的闹钟哦。啊。我需要你的那个。我知道我懂了。善心写出的感恩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往斜，然后把它绕过去。这样有点技术不太好，大家会不会嫌弃呀？不会啊，看起来还蛮好吃的。这样之后就毁了啦，怎么办？就是突然变得好丑哦，我要炸开了。好不容易就是在这里是好看的，为什么进来变这样呢？我现在呈现一个放弃的状态，我要心死。放弃，加油！我心死。乖，不要太难过，还有救，好不好？他在出来的瞬间就毁于一旦。我刚有看到，很漂亮。不过这样也可以啦，你。虽然我认真的查了食谱，但我还是觉得我有点在乱做一通。做几次就会熟了。做几次就会熟了。多做几次嘛？对啊，真的，应该真的要用碗装，它才会是正常的。我今天绝对要 diss 张子龙。如果你们都觉得好吃的话，我一定要为我自己搬回城。好幼稚。不会啊，可以啦。那个啦，小碟子。等一下，你要坐这边的。我去拿小碟子，这个不要用。有露出左脸的。不要用这个喝那个。他们两个都左脸人哦。他们两个都左脸人啊。假的啊。汤真的很棒，汤真的很好喝。对啊。太感动了，大家。我用了2只鸡，就是先用鸡骨熬，再加鸡肉，然后还有加一些姜去腥这样子。我靠。然后加一点香菇，有一个菇味，一个香味。
香菇。好冻哦，这个味道好冻。你们等我们很久？当然啊。对。你们喝咖啡喝这么久？没有啊。聊是非。可以哦。我刚刚聊不起来啊。哦，没有啦。我把这个他说要拿一个鸡排，完蛋。谁拿鸡排？啊。哇，你的意思是直接不吃嘞？哇塞，我决定好了。不对啊，可是先我左吃一下脸呢？你们两个今天故意的。没有啊，我只是饿了先，左脸特工队直接不给我们左脸呢。没有啊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没有碗，所以只好用盘子装，就看起来摆盘没那么漂亮。我不是讲摆盘的，我只是想要对啊，左脸。可是我们你们今天好先买鸡排，你买鸡排真的有点不尊重。不是，不是好不好？这边是完全右脸。对，真的耶，不错。吃喽。开动！等超久。你们要干嘛？赞啦！汤好好喝。对，汤超赞的。就我现在很担心张总的评价。干嘛担心啊？怎么样？他好像没讲上口。因为我跟好可是有点冷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他说可以的时候已经是莫大的称赞。而且很多洋葱，所以味道蛮甜。因为我加了一点点糖。我加了洋葱。有加糖？你加糖哦？在洋葱里面加一点点糖，其实真的会更。我觉得我想说，难怪我觉得有点甜。我觉得好吃。现在大家突然都吃出有家乡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干嘛这样？不是有点甜比较好。好吃啊，好吃啊。然后台南人，你问台南人不准吗？好，对。为什么？台南人吃很甜啊。你们觉得太甜了吗？是不是？我想看，稍微真的超称赞的。啊，真的好吃。我没有听过连续有一天是说不好吃。你很坏，人真的很坏。然后很坏，真的啊，他就每天都在称赞，这样很好啊。就喝企业那种。希望大家我煮的时候也会称赞。哦，可能在预备，不很久，这样我这次赞美他，他可以回报我。好好吃哦。你有在吃吗？有啊。哎，你加什么？我觉得太甜了。你觉得太甜了？其实我其实糖没有加，我只加一点点而已。你不是喜欢吃甜食吗？就甜食跟甜饭不一样。这个味道还 OK， 还蛮刚好的啊。对啊，蛮刚好，是 OK 的。我吃比较重咸。这蛮重咸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蛮重咸的，超奇怪的。我刚吃到，我觉得好棒哦。真的吗？它怪怪的，重咸。我真的觉得张子荣，你是不是刚不应该吃鸡排？你把你鸡排给我吐出来。千错万错都是那鸡排。就是你今天本来要 revenge 殊不知他再赢一步，就直接拿一个吃的回来。对他拿鸡排这一趴真的让我觉得不解，然后所有人都说好吃，然后就只有他说我觉得太甜，我觉得我没有。以后看到鸡排好了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就是很咸不甜。好称赞啊！打死不称赞。好，这个回到现场的这个一开始，我可以问 Laura 一件事情。就我们片头一开始，我们看到每个人的介绍，然后到了 Danny 那一段，你为什么特别的爽？我没有特别的爽，我想你笑我那个，你笑到脸整个是红的，整个潮红的。你到底在嗨？不是我在想别的事情。哦，你在想什么事情？别的事情。那深深那一段你怎么没有红？对，他也是脱，对啊，在水里面呢，呈现力与美，对不对？身体是诚实的，你刚刚一切都告诉我们。你喜欢 Danny？我怕 Danny 会看到这一段。但是我觉得你们制作单位很厉害，把每个人都拍得很赞哎。对啊，对呀。子龙刚很后悔哦，子龙刚那段最普通，因为 Niki 跟新伦很厉害耶。但是子龙，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担心的，他讲说 Danny 比较会拍照，然后要跟 Danny 约去健身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 Niki 讲这段话感觉是在故意，因为整个聊天的过程，他都一直问子龙，就是哎，你前女友怎么样？探其实是对，一直在试探。但我很想知道哦，例如说一个女生跟你们男生约会的时候，故意穿得很低，超低，刚刚已经低到这里了。而且他厉害的是，他头发一直这样。对，因为不确定他是不是后面的工作需要穿成那样，如果是的话就没有办法避免。但是如果是单独为了约会穿那样的话，就超有小心机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在想子柔当下应该很希望我戴的是墨镜，我可以偷看就不会被发现了。他一直不敢看，我觉得还蛮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 Niki 穿那样，等于他们前半段一直在尬聊。因为我觉得约会有一点失败耶，就是感觉约会完以后，我觉得女生好像没那么喜欢，反而是子龙好像很喜欢他，因为还说，哎，那你等下几点下班？5点哦，我也刚好是。然后女生说，所以嘞，因为我如果既然子龙他要开这个头，你就不要害羞了，对，直接讲完，那不然要不要等你一起下班？可是因为其实也许他以为他这样是撩到他了，以为女生会说啊这样，因为如果是我就
是哦，就是会被电到，但就很励志，所以嘞。可是我觉得 Niki 有哎，我觉得 Niki 在等他那句话。我觉得 Niki 是故意，就是暗爽那心。对，因为最后回来他们是一起回来的，所以代表应该是5点有在见面。对，一定是啊。你们为什么后面没有拍？继续跟拍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好感，目前我觉得很配的一对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约会子龙有点刚开始有点太拘谨。像可能是子龙，他有说他以前的那个交往对象年纪就比较小一点。我觉得 Niki 比较相对之下，他们两个比较，我觉得 Niki 蛮强势，比较强势。对，他可能没有遇过像这样类型，所以他也有点想约又不敢约，想约又不敢。他们两个感觉都不愿意当先说的那个人。我觉得他们会不会是因为欣赏彼此，所以反而会有一种尴尬？因为有时候喜欢对方会。反而不知道聊什么，他一直很好奇子龙跟上一任到底怎么分手，一直问他说你是不是专情的，你出去会不会聊音乐，会不会劈腿偷吃，好像都在问后面的话。然后子还说，我就是不喜欢人家怀疑我，对，就一直暗示啊。然后后来又问 Niki 说什么？你前男友怎么样？前对象，然后 Niki 不是说什么我前男友很符合我的条件，所有都符合哦，所以我有趣吗？你有听到这句话？然后就翻了个白眼说有趣啊，就一直有互相在有火花，我觉得这一对蛮。但我觉得他们私底下还要可能要再多相处一点。天哪，怎么被你讲都好有心眼哦！对，一定要拉亲人来，我一定是大弟兄啊！不然怎么办？先讲先赢。为什么？我刚刚看米娅那天煮饭，他们那天是端午节吗？不是米娅，那很夸张。没有，米娅是不是真的在家里先剪好？那个肉就是立刻剪 X 交叉。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米娅，就是有一次跟子龙煮菜，跟刚刚深深在那语气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他有一直在撒娇，对，一直撒娇。但深深好像不错啊，深深我不错啊。对，然后还快，可以啊，别这样。但深深有一直在安慰他了，这点还不错。对。但我觉得深深。怎样啊？没有，因为你没有看到深深一开始只有米娅跟他的时候，跟 Niki 回来的时候，深深就是会更活泼。对，因为在厨房的时候是真的深深又比较冷静一点，感觉他的兴趣不在这，只想赶快做。我觉得是啊，因为深深完全是他的类型，因为他喜欢运动员，对，运动型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开把。他开得很明显，开很开，因为新轮还没有出现，我想说很期待，因为他在桌上不知道会变什么样。他一出现，我觉得可能男生也都会进攻，我觉得会蛮有趣的。好了，米娅，也不知道，不好替他担心哦。也不知道新轮他有没有人家所谓的战服。我觉得新轮不是走这种路线，我觉得的。对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会怎么样。希望新轮回来，新轮不知道回来没？赶快回来好不好？我觉得这台浅蓝色也不错。我不用浅，它也是可以。黄色嘞？我不要黄色。黄色。你不要这么喜欢粉红色，我来看一下。那也蛮特别的。冲啊！要试试看吗？真的吗？认真。我先告诉你哦，这个弯我是不太会弯哦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不太会90度保护吗？你那个脚要随时。好，我 OK， 我在后面帮你拖着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哦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好啦。好。我看哦，真的也蛮好做的。你有点重哎。对啊，第一次被载，兴奋。你真的有点重。好，开始哦。出发喽！你不要乱动啊！现在试看看。哦，可以，冲啊！就是说，因为他们现在这么早就直播，对啊，今天是2位吗？对。你要吃饭还没？我不饿哎，
一点都不饿。对啊，我想要，一点点都不饿因为我刚才出门有吃过东西，我想喝东西跟一个。好吧。你们有甜点吗？我们今天有提拉米苏跟cheese蛋糕，cheese乳酪蛋糕。那我要一个这个干贝燕窝松露炖饭，一个干贝炖饭吗？那我要一个mojito。我去拿个东西。什么啊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男生，就是他都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拿东西给我。就我真不就是这家蛋糕很好吃哎，太好了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家是我爱店哎，不错。我看一下。啊，他就来一下他就找，就他会叫他助理拿，就是他都不用亲自出面，我就也不懂。好，嫁给他。他自己也没密我，就是不会密我，就是直接是他助理打给我，然后之类的。他上次还送甜点，哎，看很不错哎，还蛮好吃的感觉。我看一下是什么，看一下。好像都是蛋糕哎。哇，哎，这个可爱。哇，先收起来。好，等下我们来吃。好。那你最近如何？最近就工作啊，我刚刚才直播，马上为了你飞奔。对啊，我要跟你讲，我不是跟你讲说我去那个就是录一个实境节目吗？对啊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就是讲不出来是怎样，难以启齿啊，你是怎样？你是有遇到帅吗？就是我本来觉得有一个男生还蛮好笑的，但是我发现就还好。还好？为什么还好？我不知道。你是喜欢那种就有点小幽默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其实他们每个人都蛮幽默的，但是就是我给你看照片好了。就这几个，就是让我想说啊，就是觉得他蛮好笑。他为什么很像我们那个教练啊？你有觉得吗？就是那个没有吧？他比较好看吧？就是好看的教练。他也没有，就是也没有说很帅，他好像偏壮一点点吧？对啊，就比较单眼皮，有肌肉的感觉。就想说好像他是里面就比较，可是认识久了，然后牡羊座，对，脾气超超的。对啊。可是这个比较韩系一点，你不？哎，这个很可爱耶，这个，那你猜他几岁？他看起来很小哎，他看起来大学刚毕业吧？没有，他已经27了。啊，跟我一样哎。对啊，看不出来的。他为什么保养那么好啊？因为没鸡巴。然后那时候我想说，男生就还蛮好笑的。我跟他聊天，就是发现他就是一个很乖的男生，就是我以为他是这种爱玩咖。对，可是他就是一个很乖，然后感情什么都没有什么。就是没有什么内容，跟你一样，就是 focus 在工作上哦，就是工作狂啦。哦，对，就是工作狂，就是很拼啊什么的。然后就是感情其他都还好。他做什么？他就是 idol 吧，练习生。台湾有 idol，就是他好像之前在韩国训练过，然后在北京就反正要组团，然后现在就一个人很拼这样子。那还蛮优秀的，就拍广告，很认真哎。就是很认真，有点像跟一样，可是就好像没有很聊得起来。因为你不喜欢工作狂啊。哦，对，你还有点生活情绪的男人。可是他很好笑啊，可是就跟他私底下聊天就聊不大起来，可是又觉得他很好笑。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时候，他是算是那种搞笑的。开心果。哦，对，开心果。可是跟他私底下想要认真再私聊一下，就是聊不大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共同兴趣吧？共同兴趣是什么？就比如说，男生不是就喜欢什么3C 啊、车子、游戏啊，有那个共同兴趣就比较可以延续那个话题，比较聊得起。对，好像是这样，但聊不起来。可是我跟另外的男生好像也聊不起来，然后每个人都聊不起来。聊不起来，而且我明明就觉得这好无聊，我明明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然后跟他们一起，我都变得不有趣了。是不是他们年纪比较大？就是我就比较偏爱玩的，然后他们都不爱玩。我也不爱玩啊，可是我还是有就是小不正经的那一面。表示你有点想玩，没有人带你玩。那他们是完全不想玩，哦，是吗？那个双鱼男，我跟他讲一些我的感情事情，然后或什么什么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哦，我觉得这不行，哦，我这样，就说不行哎。而且那有女生一直发问题。不好意思，帮你们上个餐点哦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可是他没有想要了解你的意思吗？他不记得。哦，好像没有哎。这个，对，好像没有。哎，对，好像都我问他也不大会问我的事情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知道有点礼尚往来的事情，就是要互动嘛，就是你问他一个球，然后他可能接了之后，他再丢另外一颗球给你，不是你一直发问，你在严刑拷打吧？不是啊，就是不知道他好像不会问我，然后我问他感情事，然后我讲我的分享，我分享了2个感情的经验给他，对，然后还有都没有什么反应。
他不是 idol 吗？idol 朋友应该比较爱玩吧？他就是不爱玩，他是超不爱玩的，就是一个很乖、超乖的，真的是超乖，就是生活超无聊，聊不出来什么，就好像没有生活的人。我以为最没生活的是我，原来还有没有跟我没。所以你们聊得起来，你们可以，我可以跟他聊很认真的事。对啊，就他只能讲一些很认真，可他平常又会嘻嘻哈哈的，而且他喜欢聊一些比较心灵的东西，例如。我当然觉得可以先聊一些比较生活普通的事情，可是如果这男生是比较会讲一些，比如说可能我最近烦恼的事情，或是可能讨一些比较深入一点、比较偏心灵哲学一点，我觉得那样子的人会让我比较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懂我意思吗？就会觉得这人好。可是我又没烦恼。怎么聊？好，算了，反正就是现在大家就是。还是他喝酒喝不够多，你下次灌他喝，他喝醉过吗？他喝醉蛮可爱的，他喝醉跟我有点像，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也还不错啊，就是行，然后你又喜欢有点搞笑的，其实我觉得他最好一点，就唯一让我觉得最想要的是他可以跟我拍情侣穿搭，如果真的在一起，就是他们几个条件是我就是想要就是交一个我知道会穿衣服，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就是拍照，好可爱哦，对啊，可能就是再说吧，可是而且他应该也蛮喜欢拍照。这样很好、啊，他比较爱自拍啦。就是第一次觉得可以跟大家这样还蛮好玩的。我都是住家里啊。对，就是第一次体验超特别的。对啊，只是就是我想说，为什么都没有一个跟我很合得来的人？就感觉这些人是我认识，但是如果结束后可能又会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圈，不会有太多的交集的，就是有点可惜，不会想要继续。我懂。对，他们也没规定会一定要变好姐妹。可是会觉得都花了这些时间，然后大家这么多回忆，可是没有办法延续，我觉得会蛮可惜的。对，会有内心会觉得对，就是这一点。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，其实你可以观察这些人，然后也许有些人身上的特质是你觉得很好的，然后或是有些人是你觉得以后你就是不要的人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比如说像是你就会更知道说你以后想要找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我觉得如果你有很明确的。哦，对，好像是他们这3个人，就是我长那么大都还没遇过的。对，因为如果你会一直遇到渣男，可能是因为你就是可能有不够了解自己，就是你会以为自己很适合这样的人，可是其实他根本就不适合你。所以你可能稍微无聊一点的人，可能也不是什么不好或什么之类的，但是他其实很乖，然后就不会那么你知道。不是啊，可是你也喜欢有趣的人啊。大家都喜欢有趣的人。不是，可是有趣久以后会无聊，因为他梗就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是要聊得来，我觉得啦。哦，对啦，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可以一直延续话题，不要是有点句点吧。我觉得被句点的感觉很差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被句点感觉真的很差。可是他每天就是应该喝点酒，他可能所以我们的互动是很少，对，很少，所以可能还不够了解。那另外那个女生。为什么这个人每次讲到这个你就欲言又止？他觉得我聊天很无聊了。啊，你说那个王美，他觉得聊天很无聊，但你真的蛮无聊的、啊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因为大家平常男生在一起这样子，你聊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，而且我觉得我讲话本来就这样，就其实大家会这样讲，但是我自己我真的没有感觉，我敢发誓。就是，那你跟那个女生后面，她是觉得你很无聊，那你对她的想法？我一开始她刚进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对她没有完全没有想法。其实我就说这个女生怎么，第一天她完全不讲话，很冷，她比我还要冷。后面2、3天之后，她真的让我觉得太好笑，太好相处，就很好玩。可能对我来说，就是而且会想起一些，你说以前的过往吗？这样失去的过。我跟他目前相处模式跟我那个时候很像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又是所有感情里面最喜欢，他让我有一种好像有回到那个时候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好像，那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你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内心的状态。现在遇到的这个，觉得跟以前有蛮似曾相识的感觉啊，我觉得你也要真的好好去面对一下自己，到底现在的你要的是什么，然后你自己想要的对象。你平常也不太会跟我们聊这个，但我觉得你可以去好好整理一下你自己。如果对于过去那个有一点
放不太下的关系，我觉得你要找个人可以好好聊聊，因为你都不聊这个，你都自己一直消化，一直消化，我都觉得你要便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需要找人好好去聊这些，这样其实是会让人家更容易了解你跟认识。我知道你很慢热慢熟，对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再试着去把一些自己的感觉，一些心里的感受去跟大家去分享。所以你觉得我应该约他出去聊天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可以约人家出去聊天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哦。我觉得你可以去多了解人家一点，然后你也让人家多了解你，因为人家不是觉得你很无聊吗？你是真的蛮无聊，某些时候是这样子。可是我知道你很多时候你很贴心，有时候你很照顾大家，但你都是默默做的那种。但有时候人家就会少了一个认识你的机会，就觉得刚刚都是子龙做，其实蛮贴心。我觉得你们可以聊一聊啊，又没说一定要怎样，当朋友啊，只是你可以多一个就是多了解你的朋友，对吧？聊心事哦，聊心事，我就觉得你需要聊的心事，你都是不聊心事。对感情还是怕，我对感情真的有点怕。感觉你跟女朋友也很无聊哎。虽然说感觉你们应该在一起就是可以弄得很浪漫，可是感觉你也很无聊哎。你会跟她聊心事吗？女朋友？没有啊，我跟女朋友聊心事干嘛？对啊，你看你都不跟人聊，难怪我连家人都不讲，难怪现在单身这样。我真的觉得你要做一个改变，就是这个改变是你要，因为你太常跟自己对话，你都一直跟自己对话。其实我觉得人跟人相处，你是真的需要有一些，你也要说点你的事情，要不然有时候人家可能对你好奇，然后想了解你，可是因为你都不说，就是酷酷的，那他们就会只会认识他们当初想认识的那个你的样子，可是他并不会了解到内心的你到底真正样子是什么。可是你都不表态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好像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这样子。没有啦，其实有时候也是，开始接触这工作之后，我发现就是到后面会有点不知道自己，就是有点不知道自己是哪一面吗？不知道自己该展现哪一面。有时候会真的越来越不了解自己，就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是我，又好像不是我。就是你可能会有24个比例在身上的感觉，同时很多角色，对啊，那你要卸脚啊。应该说现在你生活你也要有你自己啊，对吧？你不能一直都是那些角色，要不然你这样很辛苦。就像后面那个图一样，很多不同层面，这样长帅一点，然后对你比他们帅，对。其实你可以去重新了解自己，然后把你自己真的喜欢自己的那个样子去展现出来。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是，也不要说那3个女生，就是可能其他的女生也会更清楚怎么样跟你相处。对，就是生活上或是工作上，对吧？你也会比较做你自己。就我有个习惯，就是习惯逼自己去做事情，或是逼自己去改变，变到最后其实好像，虽然我越来越好，对，但会有一点，可是你也越来越紧啊。就是我只想要给大家看到最好的。这个，我们明天不是要烤肉趴？真的吗？烤肉趴啊，真假？就外面的游泳池啊，我们不是一直说要在外面游泳池？好哎，谁是2度脱皮？明天可是明天没事嘛，大家。我们先讲好的。我明天下午要排练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是晚上。傍晚吧。傍晚应该傍晚，我们是5、6点开始。差不多啊，傍晚到晚上。带自己的朋友来。带朋友来？啊，这么嗨啊？对啊。认真。认真。你已经想好了是不是？不然呢，就我们6个。我已经想好了。对啊。这6个没关系啊。我没有朋友。我要带你没有朋友。我找你来好了。我不想找朋友。对啊，大家可以带一个朋友。弃家带错。你来找朋友。要花多少钱找到朋友？你是发通告给朋友是不是？等下破IG先不够了吗？对，所以明天1年有18零眼500元，零眼身份我的朋友。1个小时前，我们先蕊好一下。那你们找到朋友了没？我找到了。你找到了？我找到了。有在问的。跟你很好啊？跟我很好。比你好笑啊？这有困难吧？有比你帅吗？没有。好，那可以不用来了。哦，比我帅的明天不行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好吧。那我们要不要想个游戏，明天可以大家一起玩啊？好啊。要玩什么？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昨天就很像国王游戏那种啊，昨天是国王游戏加出手 dare 嘛，对不对？写要抽自己讲不是吗？不然
然就是给朋友打。给朋友打？真心话吗？对啊，我们可以写题目，然后给朋友打，就不是自己，不然我们每次都害羞不敢讲。我没有害羞。他打你的，就是抽，然后写说讲你朋友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吗？对。可以。哇，这么硬哦！没有大冒，我知道。大冒险就是你抽起来，然后就会说叫你的朋友选一个人干嘛。叫你朋友。就有的是跟一个人干嘛，有的是自己干嘛。哦，自己干嘛？对啊，或者是叫你朋友选一个室友干嘛。哦，感觉蛮好玩的。好害怕。我好兴奋哦！我的朋友来，我超开心的。所以你是找工作上的朋友还是真正的朋友？真正那种跟我就是很好朋友。女生呢？对，不然男的。有可能。哦，女的跟我很好。你去等下跟他们。你过去说。我已经不想动了。女生，你找到朋友了？啊？你找到你朋友了？有啊。哦，你找到了。可以比你有趣一点吗？对不起。好，就这样。我很不有趣吗？天使恶魔蛮不有趣的。没事啊，人总是没有很多各有优缺点。好直接哦。要写什么？题目吗？对，就你就写2个真心话，2个大冒险。Truth or dare， 好。干嘛？我们要看。你干嘛笑啊？我觉得很好笑啊！我想说要劲爆一点还是温柔一点？温柔一点。当然要劲爆一点啊！子龙开始担心了。劲爆一点啊，要温柔去哪？这边。哦。给我个位置。加油！这基本上游戏就是你要想一个够凶的，然后又不会害到你自己。哦，这个好可怕。不要边自己说边说，好。我觉得我这一问的超棒的。我真喜欢。那你的大冒险会不会就是蛮简单的？就大家去抓蛇。这是什么？大冒险。抓了一个晚上。抓一个晚上的蛇。抓蛇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好，排去里面要弄，你 OK？你弄湿哦，就是头发什么弄湿，你 OK？为什么要弄湿？不是去泳池趴吗？泳池趴为什么要用湿头发？意思就是泳池趴不一定要下水啊。对啊，莫名其妙。你那个叫泳池。我觉得大冒险应该有人说推一个人下水。如果有人这个，我会翻脸。我已经想到，不可以翻脸，一定会有。不可以翻脸，不可以翻脸。推到泳池这个。先约法三章，明天大冒险怎样都不可以翻脸就丢到水里面哦。我想，好，没有，起来翻脸，然后再把它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因为翻脸代表他火大了，继续冷静一下。好，我们直接看下一集泳池趴。你太急了，太急了。这集很知性哎，这集。对，这集访谈那个。哎，我觉得他们的朋友都还蛮有内涵的。还是他们全部淘汰，换朋友进来？我才在想下一季可以这么弄。你改他们朋友比较想要认识别人。像那个 Niki 的朋友，其实就直接一针见血。你就是喜欢爱玩的啊，所以你就一直遇到渣男。没有，我觉得跟他年纪有关系。可是他没有很小，不是吗？24啊，24。他是24。你想当初我24也都是遇到渣男，就是我不喜欢稳定的人，那时候啦。Niki 现在就是这个。所以你一直挑选到他就是这么不稳定的人。对啊，那我觉得你比较适合退出这个节目，因为来的人都是想要就是稳定的。那如果你只想要在里面寻找可以玩的对象，可能目前没有。我以为他会想开始慢慢的说，哦，好，我要来正视这个问题。结果隔天在真心话大冒险，你那个朋友好不好玩？不好玩了，可以叫他不要来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的个性会让男生会怕，就是觉得哇压力好大。说你有趣吗？我喜欢很有趣的。Danny 刚刚就讲了一句话，很默默讲了一句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天哪，我觉得好直接哦。对，他讲的这句话。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女生说，我喜欢很有趣，你有趣吗？就是你突然这样讲，我会觉得那我要怎么样让你觉得我很有趣，反而会绑手绑脚。越想表现有趣，反而就越尴尬。所以你看他们在喝下午茶，不是有个男生送蛋糕来？对，我就会觉得那个男就很了解他喜欢这种。他说那个男的他也不太见面呐，他说都是根本没见过他，都是助理出现的。他这样反而开心吗？我觉得或许他喜欢，对他喜欢这种被照顾的感觉，然后有趣啊，好玩嘛，好像在玩游戏。而且他跟朋友第一个聊的竟然是 Danny， 我吓到。对，因为他真的一开始其实是喜欢 Danny。我一开始就在想说，他讲的怎么感觉上形容的不像是？对，哎呦，是 Danny 哎，Danny 我有吓到哎。感觉 Danny 如果看了这一集，应该会觉得好难过，原本他是喜欢我的，结果发现我不好玩，不有趣。关系可是你钓到姐姐了。姐姐
姐姐没有那么爱玩，对，姐姐收山了，姐姐就喜欢你湿湿的。然后后来才聊到子龙，子龙对，但他有说就是他跟他出去聊后发现他不好聊。他说子龙根本就没有在问他问题，明明就有，是你没在听好吗？但我好羡慕他，他说他是没有烦恼的人，他感觉很像啊。不是因为他不把别人的事情放在心上，哦，所以他就觉得他没烦恼，他只 care 自己啊，我美就好，管你们的。但他这样谈恋爱其实会很辛苦哎。我觉得，因为他没有一个互相的，对，可能要在大几岁有一些经历之后，才会开始慢慢改变。对，所以他来上我们节目，我觉得很好哎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有所成长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子龙有一点，我觉得好心疼哦，就是他在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朋友很了解他。那我觉得子龙也有可能，我觉得他是单亲家庭的原因，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讨好每个人。例如说跟阿公阿嬷住，可能还有别的舅舅啊什么，那个他会觉得那个环境不是真的属于他，所以他很怕惹谁生气，所以我觉得他在任何环境他都要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想法。我怕被讨厌，我可能怕被讨厌以后我要被赶走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没有安全感。其实我有想到我身边很多朋友，不管是妈妈一个人带或者爸爸一个人带，其实都一直忙着在工作，没有时间可以好好关心他。对。然后再加上他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又没有人可以聊，他也没办法跟外公外婆聊。没错。所以很多时候他就会像子龙现在的状况，就是他什么事情他其实都放在自己心里，然后你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办法去解决，但有的时候跟朋友聊一聊，不一定朋友会很直接的给你答案。可是你可以在聊的过程当中，在整理自己的思绪。对。但我觉得现在他其实蛮欠缺的，就是这个环节。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就是常被训练嘛，或是常出的，所以他的工作环境也习惯要展现出自己最讨喜的一面。然后加上可能因为镜头在拍，所以他也没办法讲太多。对，就他已习惯伪装自己说，我要变成一个讨喜的人，所以他没办法讲太多自己的。他很保留，其实我觉得，但我觉得你得做自己，别人才会喜欢真正的你。是，因为他刚刚有讲一个说，你可以让他某一任的感觉，我觉得不可以这样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交往过后，你只是发现你还是喜欢当初的那个人，而不是喜欢现在这个人。他只是想要那个氛围，对，这不行，所以才会一直遇到同样的人啊。你没有真的感觉到自己真的要的是什么，你是在寻求一种过去那个感觉还不错，对。可是为什么后来分手了？表示那个感觉可能或许也不是真的是最正确的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子龙现在很明显的是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因为就像他说的，他一直去迎合每一个人，但他到最后迷失自己，不管在感情上还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上，在自己人生的目标上。对，其实感情真的要长久，我觉得你真的就是要做自己。你配合一个人，你能配合多久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不然我喜欢你，我只喜欢你假装出来的那个形象，最后真的了解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那我不要跟你在一起。可能就遇到诈骗集团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很赞哎，就是很另类的，让来参加的人也好，或者是看的人也好，我就是学习着，好像自己会去内观。我觉得有。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看完这一集，我希望大家好好去看看自己，你到底要的是什么？没错，我觉得这集的后半段让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借由节目，然后也来想一下说，自己不管在生活上或者在感情上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？那一定要锁定我们哦。下周见。